我跟你讲，我有个少年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要把就是一个登山的过程拍成纪录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样的纪录片？有点像是那种 vlog 加纪录片，但是会再有一点，你知道，有点电影感的感觉。电影感？那你要爬很多山？其实我还没想到。那合欢山怎么样？合欢山其实不错，但我想要你知道再难一点点。多难？多难哦！就是。你知道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就是明天仁爱乡的温度是几度吗？它礼拜是最冷，会到-9度，也有可能下雪。而且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个袋子里面还没有装相机，2台相机跟空拍机，我都还没装，这个东西就已经超级重了。我自己初估其实应该有6、7公斤左右吧。然后，但如果我再加相机的话，可能会到10几公斤左右。而且这次还有带空拍机，所以应该能拍到蛮屌的画面啊！而且还有这个东西，这是在某运动品牌买的，我们不要把它打广告。这个东西它可以直接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，它可以从这边管子伸出来，就可以直接喝水，它就可以这样。哇，喝水了！好，所以这次因为其实登山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你知道要怎么讲轻量化，所以羽绒衣。然后衣服，然后睡袋跟这个是睡垫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一整个拿不出睡袋，然后就是希望明后天因为我这次去3天，然后希望这几天天气可以稍微好一点。虽然我看那个天气预报第1还2天它会下雪，对，总之就是希望一切可以顺利，然后拍到很屌的东西。Alright, peace out. 所以这会是一部混合了 vlog 加纪录片加 B-roll 加，反正你看就对了。哦，这种时候在身上来一杯咖啡是最棒的事情。在山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很安静的，没有了城市的喧嚣、都市的车水马龙、嘈杂的引擎声，在这里你只听得见脚步声、呼吸声、风声，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声音。还有来自大自然的声音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把自己摊开，好好的梳理一番，逃离别人的眼光和意见，好好的做一回自己。现在距离天池山庄还剩大概2公里左右吧。我觉得爬山其实跟人生很像，路上你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，大大小小的鸟事，你会很累、很挫折、很想回头。你会遇到刮风、下雨、晴天或者是大雾，这时候其实休息一下也无妨，调整一下自己，再继续往前走。其实我讲不出话。
很感动吗？所谓的天池山庄，就有点像上次爬完发现山去吃金井泽一样的爽感，你知道吗？看明天登顶的时候会更爽，那种感觉不一样。Yes sir。我们要几点吃晚餐啊？等一下扎完营就可以吃晚餐了。其实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。要这样先去扎营啊，先去报道。OK。其实我是好像蛮想描述一下我现在的心情，但是讲不出话来。讲不出话。是太累还是太感动？还是都有？都有吧。才到天池你就很感动。哎呦，第一个百岳，不能那么严。天池还不是百岳，只是一个山庄。好了，我那时候第一次走到排云的时候，也是觉得天啊，妈的，终于到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大概可以了解。好像教会我一件事情，就是珍惜资源。是啊，珍惜资源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还很好，就是我们这边都沿路都还有水源，有的是你要自己背水，你就没办法喝那么多水，然后可能就是重量又更重。哦。然后有的山屋可能也是缺水的状态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算是5星级豪华的山屋，我觉得很屌，他们这个到底怎么运上来的？不觉得很屌吗？这种人力背上来啊，太夸张了。现在应该做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要先去 check in 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热爱大自然的人一定都是善良的人，而且在大自然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羁绊。他们不在乎你穿的衣服有多贵、多有钱、戴的表有多好。你好。而且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在山里大家都会互道一声“你好”，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句擦肩而过的问候，更多的是带着满满的祝福，鼓励你继续前行。你好。那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小易。小易。没有，我要跟你握手。现在历经了8个多小时，然后我刚刚看我的小米手环，我现在已经消耗了大概2000还3000多卡吧。今天晚上睡在营地，所以晚上应该会风应该会蛮大，所以应该会蛮冷的，然后可能也会蛮吵的。我忘记戴耳塞，所以现在我已经没有多少体力可以就是继续 vlog， 然后就期待明天的风好大，期待明天的奇来山。All right, peace. What's everyone？ 现在是晚上，应该说凌晨的2点48分。然后我们预计3点半要开始攻顶去看日出。然后这次算是我第一次就是在野外，然后露营。因为我之前都是去那种露营区，所以也没有很深山。然后这种是真的就是在山里面露营，然后睡得很烂，睡得超差的，就是大概每隔半小时会醒来一次。然后外面天气很冷，然后现在的温度我刚看手机是零下2度。比较遗憾的是我忘记带那个头灯，所以等一下的路程会蛮难走的。我就因为我现在是直接用手机的闪光灯在照明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走去山屋，然后跟我的伙伴会合，然后应该能赶在日出之前攻顶。那我们等一下见。原本预定凌晨3点要登上奇来南峰看日出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突如其来的大雨加冰线，直接让我们把行程给取消掉了。幸运的是，披上白霜的针叶林和笼罩在雾中的山屋，真的有够美。但直到我们上山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更美的还在后面。Look at this! Oh my god! 天啊！
可恶，我果酱没有带上。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现在的景了。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！很多人都喜欢说我征服了什么什么山，比如说我征服了玉山，我征服了奇来山，但事实上你并没有征服任何的什么山，山就在那，你去或不去，看或不看，它一直在那，宁静的矗立在那，见证多少的旅人来到此处，又目送了多少故事的离开。你并没有征服山，你征服的只有自己。本来想说可以上来飞空拍机，结果完全是雾的一片。对吧？明天应该天气会比较好。就在我准备下山回天池山庄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不飞一下空拍机好像有点太可惜了。现在已经来到南华，不是南华，我们现在这是天池，结冰的天池。现在已经到天池，然后等一下再小休一下前往南华，大概1个小时，不用1个小时，1公里而已，所以大概10几分钟到了。我觉得双脚上去会爆哦。不要走太里面啊，里面外面应该比较浅，应该比较哦。好，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，但是现在的天空是满满的星星，就是你会很赞叹的那种，超漂亮。
我必须说，南华山的日出是我此生看过最美的日出。我原本打算飞空拍机来拍，就是稍微记录一下整个日出的过程，但一起飞电量直接掉到0%，所以非常可惜的是，我没有用空拍机拍到整个日出的过程。但是我有用相机拍到，那就给你们稍微看一下好了。风衣啦，干没有带风衣，有带那个什么轻便雨衣。这个是那个都可以用。很多人会说爬山最棒的是登顶，但其实对我来说是爬山的整个过程。我会永远记住脚底传来的酸痛感，刺骨的寒风，在山屋里泡一杯温暖的咖啡，吵得我睡不着的帐篷声，还有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记忆碎片汇集在一起，才使得登顶的那个瞬间有了意义，并且永生难忘。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爬山？你知道山它就像一个 equalizer， 中文应该叫平衡器吧。它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归于平凡，认识到自己的渺小。不管你多么富有、贫穷，无论你的背景、文化，无论你的肤色是黑的、白的、黄的，你都得一步一步的往前。无论是晴朗还是雾，刮风还是下雨，你都得承受山的全部。毕竟，山不知道你是谁。有，我现在有。